如果一家公司连续2年亏损，市场一片看衰，你会买入它的股票吗？99%的理性决策者答案都是不，因为我们的直觉和所有商学院的基础课程都在告诉我们，避开风险，远离那些正在流血的企业。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位现役的医生，不是金融专家，他的核心获利策略就是专挑这种市场弃婴，并借此将50万日元的初始资金滚动到超过50亿日元。这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我们从未理解的运作机制？今天我们不分享几个选股技巧，我们要做的是为你植入一个足以颠覆你认知的周期性价值投资思维框架。这个框架将告诉你为什么真正的财富机会恰恰隐藏在大多数人最恐惧的地方。这个思维框架来自于这本书作者笔名大江，他不是华尔街的基金经理，而是一位麻醉科医师，但他用真实的交易记录达成了从50万到50亿日元的惊人成就。在投资的世界，实际是最大的说服力。然而，让这本书分量截然不同的是他的写作动机。作者在49岁时被诊断出癌症末期，医生告知他可能无法迎来51岁。在与死神赛跑的时刻，他决定将毕生验证过的投资智慧写下来，留给他还年幼的女儿们。所以，请不要把这本书当作一般的投资指南。他是一位父亲在生命尽头为孩子打造的一套关于财富与人生的底层操作手册。而今天，我们将解码手册中从防御到攻击的3层核心逻辑。作者的投资体系可以清晰地拆解为一个3阶的进化路径，从稳固的防守到稳健的成长，再到最终极的反人性的精准攻击。第1阶的原则非常简单，用低于清算价值的价格买入一家公司。换句话说，你买的不是这家公司未来的梦想，而是它现在拥有的实实在在的资产，比如土地、现金、有价证券。这个机制的运作核心叫做安全边际。想象一下，你买一辆二手车，你知道这辆车即使当作废铁卖，也值5万块。但现在，车主因为急需用钱，只卖你3万。这中间的2万块就是你的安全边际。即使你开了一阵子后，车子性能没有提升，你亏损的风险也极低。作者在医学生时代的第一笔成功投资就是一个完美案例。当时，游戏公司 Sega 因为主机销售不佳，股价低迷。但身为玩家的作者深知 Sega 的游戏软体品质极高，他判断这些软体本身就是极具价值的资产。只要 Sega 决定将软体开放给对手 Sony 的平台，公司就能立刻获利。他将打工赚来的50万日元全部投入，最终 Sega 宣布决策，股价飙升3倍。他靠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计算当下被低估的资产价值。对于初学者而言，这套策略的可执行性非常高。核心指标 PBR 股价净值比，你需要学会阅读资产负债表，计算出一家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当 PBR 远低于1，就意味着你正在用折扣价购买公司的资产。判断简化，相比评估复杂的未来获利，判断有形资产的价值相对直观。这是一种防御型的投资，目标不是赚取暴利，而是确保在市场最差的情况下，你的本金也能受到保护。作者就强调，我不希望那些不从防守角度思考的人做股票投资。这是投资之路的起点，先学会不输钱，再想着如何赢钱。当你掌握了防御，下一步就是寻找能够稳定成长的目标。
第二阶的原则是寻找那些具备强大且持续赚钱能力，但其股价尚未完全反映这种能力的企业。你的关注重点从资产负债表转移到了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这个机制的运作就像是买下一台印钞机，你关心的不再是这台机器的废铁价，而是它每年能稳定印出多少钞票。在雷曼兄弟风暴后，市场一片恐慌。作者发现了一家叫做 Huroindo 产业的公司。这家公司总资产50亿日元，每年能稳定创造10亿日元的利润。但在当时的市场恐慌下，它的总市值居然只剩下20亿日元。这等于是你用20亿就买下了一家拥有50亿资产，并且每年还能给你10亿回报的企业。作者形容这是一笔绝对能赢的投资。他投入大笔资金，最终股价翻倍，轻松获利。核心指标 PE 本益比，这个指标衡量的是你愿意用多少倍的年利润来购买这家公司。寻找那些 PE 相对较低，但盈利能力稳定或正在成长的公司。质化分析，除了数字，你必须深入理解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它是否有别人难以模仿的护城河？是技术专利、品牌价值，还是网络效应？这确保了它的赚钱能力是可持续的，而不是昙花一现。这是投资的进阶，你开始从一个资产清点员进化为一个商业分析师。现在我们来到作者财富增长最核心的引擎，也是最反直觉、最考验人性的一环。作者80%以上的财富都来自这里。第三阶的原则极度违反直觉，在景气循环的谷底，战略性的买入那些因行业萧条而陷入严重亏损的龙头企业。作者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赤字呢会射过所大处给的 kill， 亏损的公司反而能让你赚大钱。为什么亏损反而能大赚？这里的底层逻辑是对周期的深刻理解。想象一下半导体、造船、航运、化工这些行业，它们的共同点是重资产，需要巨大的工厂和设备。我们可以用一个炼钢厂的熔炉来比喻。景气好时，订单饱满，熔炉24小时不停运转，产能全开。每多生产1吨钢，边际成本很低，利润会呈现爆炸性增长。景气差时，订单锐减，熔炉可能只开了30%的产能，但你每天依然要支付巨大的固定成本，厂房折旧、员工薪水、设备维护。这会导致企业利润迅速崩溃，甚至出现巨额亏损。多数投资者看到财报上的赤字就恐慌性抛售，但作者看到的却是机会。他知道这些龙头企业的熔炉本身是顶级的，只是暂时没有足够的订单去喂饱它。一旦景气回暖，哪怕订单只从30%回升到60%，企业的盈利就可能从巨额亏损瞬间跳到巨额盈利。这种利润的剧烈反弹，就是股价飙涨10倍的温床。正如查理·蒙格所说，聪明的人在机会来临时会重仓下注，胜算有利时重仓，胜算不利时不下注，就这么简单。而周期谷底的亏损龙头，就是作者眼中胜算极高的牌局。这套巅峰策略需要一个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而不只是匹夫之勇。逆向选股，刻意去市场上寻找那些表现最差的周期性行业，锁定那些已经连续亏损1到2年的龙头公司，他们被市场抛弃的最彻底，反弹的潜力也最大。宏观判断，首先你要对整体经济周期有基本判断。现在是扩张期、收缩期还是谷底？深度分析。其次，
对目标公司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解剖。在亏损时，你不能用 PE， 作者推荐用 PSR 股价营收比。同时，你必须确认这家公司有足够的现金和健康的负债，能活着等到春天来临，并且它必须是行业内的佼佼者。技术、市占率、成本控制，总有一项优于同业。这样，景气回来时，订单才会优先流向它。案例验证：2022年，在作者被诊断出癌症后，他将超过10亿日元的资金集中投入了当时仍在低谷的明村造船所。后续的股价走势完美验证了他对周期复苏的精准预判。纪律工具：撰写投资报告。为了避免被情绪左右，作者会为每一笔重大投资撰写详细的报告，逼迫自己把投资理由、预期回报、潜在风险全部写下来。这是一种将决策客观化的强大工具。从资产价值、收益价值，再到周期性价值，这不是3个孤立的选项，而是一个投资者心智成熟度的进化阶梯。所以，回顾今天的一切，这位医生父亲传承给女儿的，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而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思维模型，景气循环下的本质价值回归与逆向策略。他将市场的波动视为一个可以被利用的规律，而不是需要恐惧的混乱。他在众人恐惧的谷底买入，在众人贪婪的山顶卖出。他赚的是人性的钱。对我而言，这本书为我的思考系统带来的最大升级是，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反人性作业系统。在资讯爆炸，人人都在追逐下一个明星股的时代，这套系统提醒我要关掉市场的噪音，回归对商业本质的计算，回归对宏观周期的理解，并在关键时刻有勇气执行与大众相反的决策。现在，我想把这个挑战抛给你，请你暂停一下，打开你的股票软体或财经新闻，用我们今天谈到的周期性价值股框架，思考一个问题：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你认为有哪一个行业可能正处于或即将进入周期性的谷底？它是否出现了连续亏损、产能利用率低，但龙头地位稳固的迹象？不需要给出投资建议，我只想邀请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分析过程与洞察，让我们一起进行一次高品质的思维演练。当然，如果你想完整的吸收这位父亲的全部智慧，我强烈建议你购买这本原著进行深度探索。书中关于心理偏误、资产配置的细节同样无价。如果你认为今天的内容为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订阅，这将是对我们制作深度内容最大的支持。感谢你的时间，这里是核心知识，我们下部影片见。